我叫陈宇，穿越成了一家养老院院长，但我的系统却说这里是修仙宗门，非让我带着弟子们得道成仙。可人家弟子平均年龄70-80岁呀！叮，检测到宿主踏入宗门领地，宗门养成系统绑定成功，请广收弟子，寻道修仙，向世人展示星云宗弟子的强大。不是，这养老院算哪门子宗门？你让我带一群老头老太太寻道修仙？大爷大妈们，没想到吧？老了还让你们掏上了，这可是100年都修不来的大机缘，得道成仙的那种。你个小兔崽子，口口声声说我是你亲爹啊，你就把亲爹往养老院送？爸，真对不起，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。老伴儿啊，你走得早，这小兔崽子把我丢在这儿，我看用不了几天，我也得过去找你了。哎呀，这帮老伙计都这样了，还在坚强的活着，我有什么理由趴下？活着，好好活着，到时候就让那小兔崽子知道，想让他爹死没这么容易。台长，3位评委老师都到了，通过网络投票入选的3家养老院也都确定好了，分别是西洋养老院、桃花源养老院以及青云养老院。好，去问问3位专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节目就可以开始了。宗门养成系统向世人展示青云宗弟子的强大，便可获得声望值，声望值可以兑换修仙道具，还差1名弟子就可解锁宗门基础功法。赚声望倒是简单，养老院报名的关爱留守老人节目入选了，估计电视台很快就到。可招人这事儿是真有难度啊。叮，检测到可造之才，新晋兼任，符合收录标准，恭喜宿主招揽到5名弟子，宗门基础功法青云吐纳诀已发放。弟子说来就来了，宗门功法是什么？系统打开介绍面板。青云吐纳诀，长期修习可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。教老年人修仙，这话题度不得把声望值拉满。小陈院长，电视台的来了，说咱们养老院上电视啦。陈院长，今天的主题是老年人如何强身健体，你快准备一下。强身健体，正好修行青云吐纳诀就能强身健体。招呼全体老人去休息室集合，今天我带大家练健体神功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尼。关爱留守老人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险峻问题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分别走进3家不同的养老院，观察、学习、发现问题，最后得出最优质的养老模式。老年人适当进行舒缓规律的运动，如集体健步走，有助于维持关节灵活性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身心健康大有裨益。老年人的体质各有不同，桃花源养老院显然更注重身心平衡，多晒日光能够促进维生素 D 合成，改善骨骼健康，增强免疫力。各位爷爷奶奶，你们想不想活到99？想。老人们体质弱，精神差，直接练吐纳诀恐怕效果不会太大，得先调动他们的精气神。各位爷爷奶奶，你们想不想活到99？发鸡蛋了。想不想一口气上80楼不费劲？想。你们想不想？想。好，很有精神。今日便传诸位青云吐纳诀，随我调息，神语气精，存无守有，出玄入片，精合其神，神合其气，气合其真。胡闹！不踏踏实实带老人锻炼身体，反而在这儿发鸡蛋喊口号，这和搞传销有什么区别？做这种事除了哗众取宠，对老人的身体毫无益处。我倒觉得陈院长蛮认真的，不如我们再等等看。还等啥呀？这明显就是个搞传销的骗子，太离谱了！制造热点话题引流，互联网这套他是玩明白了。
非红也是红，坐等这家养老院被查。经过一上午的活动，我们来看看3家养老院老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午餐情况，这能最直观地反映活动安排的科学性。赵老，午餐时间到了，是您爱吃的清蒸鱼和……吃？你看我吃得下吗？骨头都要散架了。你们这是锻炼还是上刑？当然了，小同志，我不是冲你发脾气。把你们院领导叫来，这锻炼强度简直是胡搞！这帮老先生的身体素质这么差吗？养老院在组织活动时没有考虑到老先生的身体素质情况，强行健身不可取呀。可能是今天太阳太大了，也或许是湿度太高，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了额外负担。搞半天是面子工程啊，合着都是练给我们看的呗？这明摆着在搞形式主义，就是没想到老先生直接发飙了。这么说来，还是桃花源养老院的方式好，一不动一万动。看来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还是蛮多的。老年人最缺少的就是睡眠，你们瞧瞧，这如同婴儿般的睡眠质量。等等，那位老人嘴唇发白，脸上都是汗，这不是睡着，是中暑昏迷了。老人因长期暴露在太阳下，出现中暑症状，医疗组已介入处理，目前情况稳定。这还真是婴儿般的睡眠，再晚点发现，这老奶奶真得变婴儿了。这么大年纪的人，晒太阳晒到中午，只有一个中暑的。桃花源养老院就烧高香去吧。要我说，还是青云养老院靠谱，至少人在屋里待着，既累不着，也晒不着。哼，你们瞅着吧，老头老太太们领完鸡蛋，秒变林黛玉。奇了怪了，我这老胃病，往常多吃一口都胀得慌，今天练完小陈院长的什么功，倒像把胃口给打开了，红烧肉吃着都香了。我也是跟小陈院长练完青云吐纳诀，我这骨子就咕咕叫，这米嚼着都特别香。再来5碗。只是静坐一上午，这些老人的胃口就变得这么好。胃口好，说明精神就好。从这一点来说，青云养老院老人们的状态是3家养老院中最好的。坐着喊喊口号，领一些鸡蛋，就能让一群高龄老人胃口大开，荒谬！这吃相分明是肚子里缺油水，还红烧肉。他们平时有白菜帮子吃就不错。天哪，被梁教授这么一说，好像真是。你看那个老爷爷扒饭的样子。我说呢，原来根子在这儿，克扣老人伙食，上电视了装大发，这不是欺负老年人吗？王奶奶有胃病，吃这么油能不难受吧？你们看她现在的样子，像是难受的样子吗？肯定是在为了配合演出，上电视谁还不会演？忍一会儿的事儿，你让一个有胃病的70岁老太太忍一个试试？你太小看现在的老年人了，为了几个鸡蛋，一顿红烧肉，他们能活出命去？各位观众，梁教授，请大家先冷静一下，青云养老院发生的一切究竟是真实情况，还是以老人健康为代价的作秀？时间会给我们答案。肯定是作秀，等着看吧！吃这么多红烧肉，下午他们的身体要是能不出问题，那就医学奇迹。丁，宿主带弟子修行入门，向世人展现了修仙之道的冰山一角，收获声望值3134点，当前声望值3134。声望值可以在系统商城内兑换道具，可是最便宜的道具都需要5万声望才能兑换。这说明展示的还不够啊！好，等午休结束，还得接着练。午休过后，我想老人们都调整好了状态，让我们来看看老人们下午要进行什么锻炼吧。看来院领导充分听取了老人的反馈，下午转为静养模式，让身体得到充分恢复。桃花源养老院也是一样，2座养老院的做法虽是安全，但似乎和我们的主题老年人如何强身健体有些不符。2家养老院上午都进行了适当的锻炼，下午本来就应该充分休息，怎么能说与主题不符？梁教授说的有道理。
该看的是那个青云养老院，中午让老人吃了那么多油腻食物，下午要是还强行搞什么强身健体，肯定要出大问题。青云健步走团，听我口令，起步走！这不可能！他们中午吃了那么多油腻的东西，竟然没有肠胃不适，还能健步走？那个院长又给他们发鸡蛋了。在节目刚开始录制时，这些老人大多精神不振，现在就能集体健步走，这变化太显著了！难道上午陈院长传授给老人们的青云吐纳诀真的有用？什么吐纳诀？肯定是那个陈院长又出了什么幺蛾子，用一些小恩小惠刺激他们强行表演。你们瞧着吧，等会儿就该出问题了。不是吧？梁教授这么说就太绝对了。我看屏幕里那些老人走得挺稳，不像硬撑。是啊，你们看那位王奶奶脸色红润得很，这哪里像吃了油腻食物不舒服的样子？这跟梁教授预测的完全不一样。难道真是青云吐纳诀起了效果？你们说怪不怪？练完那个青云吐纳诀，身上就暖烘烘的，浑身上下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儿。出来这么动动，浑身都舒坦了。是这么回事，我好像一下年轻了10岁，浑身上下就跟打了鸡血似的。哈哈哈，说得对，我家那小兔崽子还想把我送来等死，好早点清静，做他的美梦。老子我现在感觉还能上山打虎，照这么下去，我看我还能再活30年，气死那个不孝子！我的天，肯定是青云吐纳诀起了效果。你看看这些老人，精神十足，真是奇了！就上午坐那儿呼吸一会儿，能有这么大变化？这不可能是装的。上午发鸡蛋的时候，他们也没这么精神啊！这吐纳诀神了！荒谬！这些人居然信一个装神弄鬼的骗子，也不相信我这个大学教授、医学护理专家的判断，怎么可能是吐纳诀起了效果？你们要相信科学，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表演，是骗局。梁教授的判断未免有些武断。两位老师的观点我们都听到了。今天我们节目的核心主题是老年人如何强身健体，究竟哪家养老院的方式更受大家认可呢？让我们用最直观的方式来见证。现场观众和网络平台的实时投票通道现在开启。投票结束，恭喜青云养老院获得观众投票第一，获得1万元助老资金。青云养老院第一，票数领先第2名10倍，这不可能！梁教授，后台确认投票无异常 ，IP 分布和投票行为均符合常规，票数真实有效。他凭什么？吐纳诀能让老人精神100倍，这根本是弄虚作假，是欺骗！这位梁教授未免有些太激动了，毕竟是现场直播，又是专家身份，这样有失风度。台长，从传播效果看，梁教授激动的恰到好处，因为咱们节目在各大平台的实时搜索量、讨论热度，比开播时翻了4倍都不止。是啊，台长，弹幕和评论区彻底乱成了一锅粥，就连小红薯上的鸡妹们都出动了。过瘾，这流量涨的过瘾啊！话题度彻底爆了，咱们节目要出圈了。是吗？让小尼控制好现场，演播结束，让他立刻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好的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严谨的梁教授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明天上午请您继续收看关爱留守老人节目，再见。总算结束了。梁教授这一炮打的收视率是爆了，我这心脏也差点爆了，还好没在直播现场吵起来。王台长，您找我？今天场子控得不错，有惊无险。应该的。梁教授情绪是激动了点，但他提出的质疑也是观众最关心的。确实，你觉得陈院长那套青云吐纳诀真能改善老人的身体状态？我觉得是真的。可是能改善老人身体状态的功法若真的存在，这位陈院长早该出名了呀。
台长，我觉得镜头不会撒谎，老人的状态也不会撒谎。小妮，你先坐下，别激动。我不是不相信，只是觉得有些奇怪。台长，我也觉得这事很蹊跷，恐怕只有打兴奋剂，效果才能这么立竿见影。这件事确实值得考量。弄虚作假还好，真要是给老人打了兴奋剂，咱们电视台的名誉就全毁了。台长，调查事情真相的任务就交给我吧。我去千云养老院这几天，那位陈院长如果真搞什么小动作，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。好，你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好的，台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哼，陈院长，希望你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否则我不仅要曝光你，还要把你抓进监狱。宿主带弟子修行入门，在社会上引起大规模讨论，让世人注意到修仙之道的辉煌。声望值持续大幅增长中，当前声望值51378。提示：宗门声望难立道之基，当声望值突破20万点，可解锁初级宗门福利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中午的时候才3000多，到晚上就变成5万多了。看来带老头老太太们修仙，果然能将话题度拉满呐。请进。陈院长，这是电视台给咱们的奖金，1万块。参加节目还有奖金？我刚打听清楚了，每天投票数第一的养老院，当天就能获得1万元的壮老资金。这可真是双喜临门！参加节目既能获得声望，还能拿奖金补贴院里的开销。明天节目的主题是什么？明天的主题是克服心中的恐惧。这个主题有点意思，来，你给我具体说说是怎么回事。节目组的说明是，老人因身体衰退，易产生怕跌倒、怕生病、怕拖累子女等恐惧心理。节目组要求我们帮助老人建立信心，克服心中恐惧。不知道系统商城里有没有克服恐惧的道具？深渊梅花柱可制造出万丈深渊，其上浮现梅花桩阵列，弟子于梅花阵列上可断体，极大激发潜能，提升断体功效与意志力。万丈深渊，这玩意儿可是克服恐惧的最好方式啊！连死都不怕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就它了。陈院长，我听说导播室里的梁峰教授很针对我们，明天要是拿不出点像样的东西，恐怕会被他刁难死。你放心，明天的东西肯定像样，你抓紧联系施工队，让他们马上来找我，速度要快。还有，让王奶奶、夏爷爷他们晚上早点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明天有一场大仗，硬仗要打。好。今天得了第2名。上级领导刚才亲自打电话过来，他们很不高兴，输就输了，结果是输给一个连听都没听过的民办养老院，失职啊，我们的失职啊！今天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，让您和养老院蒙羞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张院长，您放心，我已经联系了市里最权威的老年心理干预专家和康复医学教授，用专业碾压他们的野路子，用实力夺回第一。明天我们一定把丢掉的面子加倍赢回来。青云养老院，夏记者就是这儿。好，那就让我亲眼看看这青云吐纳诀有没有电视上演的那么神奇。一大早，老人们的精神状态就这么好？是啊，要是打兴奋剂，昨天的药效一过，现在就该打蔫了。也说不准是药效还没过。夏记者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继续观察，弄虚作假，早晚有露馅的时候。原来是夏记者，找我有什么事？节目组派我来深入观察青云养老院，陈院长应该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。
小刘，给夏记者他们安排房间。正愁展示的角度不够多，声望值赚的少呢，又来一个偷拍的记者，真是好事不断呐！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帮助老年人克服内心恐惧，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3家养老院都准备了怎样克服恐惧的方式吧。西洋养老院会在绝对科学、绝对专业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，让老人们战胜恐惧。我去，这高度的独木桥真是刷新了我对独木桥的认知。平均年龄都70好几的人了，能走这高度就不容易了。这确实，我到这岁数，估计让人搀都上不去，还得说人家老先生保养的好啊。哎，他们想要做什么？难道是老人们早上起得急，还没来得及洗漱？该不会是想让老人们在水盆里憋气吧？猜对了，果然是憋气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这种行为无疑是危险的。通过这种方式来打破恐惧，真是个不错的办法。小陈院长，这可不能上啊！你别说我瘸了条腿，我就是有4条腿也不敢上这玩意儿啊！各位爷爷奶奶，我承认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，但是你们都修炼了青云吐纳诀，这些小困难在你们面前完全不是问题。陈院长，你先冷静点，你不能拿老人的生命开玩笑啊！我操，陈院长该不是带着老头们蹦极去了吧？我听这意思，就算不是蹦极，危险程度也不会低于蹦极，这可比走独木桥水中憋气刺激多了。画面呢？赶紧切入现场画面啊！青云养老院的后院居然有悬崖！修炼青云吐纳诀就能让70岁的老人跳上悬崖的梅花桩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操，下面就是万丈悬崖，这比蹦极都刺激啊！这太危险了，别说练过一个不知所以的吐纳诀，就是练真的御剑术也不能这么跳啊！难道陈院长不知道危险性有多高？他这么做肯定是对青云吐纳诀的绝对自信。我想各位都感受到了青云吐纳诀的神奇，你们现在的身体素质要比20岁的年轻人都要好，缺少的就是胆量。小陈院长，老婆子我的身体比以前强了很多，但是我没有腿，实在跳不过去。没关系的，王奶奶，我帮你。我是想让你帮我吗？我是不想跳啊。郑爷爷，我帮你。不用，别客气。赵爷爷，你眼神不好，不然我也帮帮你。我承认，他确实是在带老人克服恐惧，但这个方式……什么方式？什么克服恐惧？他分明是在虐待老人！别说70岁老头，我光是看着冷汗都冒出来了。老人是做什么孽了？这么折腾，早晚得被折磨死啊！等等，陈院长抱着一个人和一辆轮椅都能跳到梅花桩上，这是成年人该有的力量？温老师的意思是，恐怕这青云吐纳诀真如陈院长所说，让老人们拥有了20岁的体质，缺少的就是面对恐惧的勇气。不敢跳是正常的，但没关系，多来2遍就敢跳了。
陈院长，你还要再来2遍，这太危险了。对于你们这些没练过青云吐纳诀的人来说，肯定危险，但对于爷爷奶奶们不存在危险。你怎么证明？当他们走梅花桩如履平地的时候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都不敢多看一眼的地方，这些老人居然要如履平地。你们在上面修炼吐纳诀，午饭就在梅花桩上吃，晚上我再来接你们。小陈院长也太狠了，这就给咱丢上面了。不过奇怪了，我心脏多少年了，按以前这么整，我早下背过气儿去了。今天咋啥事没有呢？难道小陈院长给咱练的青云吐纳诀真能让我们返老还童？我感觉自己皮肤都变白紧致了，肯定是青云吐纳诀的功劳。那还等什么呀？接着练呀！他们待的地方可是万丈悬崖，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。老人们的脸色好了不少，而且还修炼上了。什么都能作假，身体反应可做不了假。换正常老人早就吓死过去了，他们却啥事都没有。坏了，还真让这帮老头老太太找到修仙的门路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身体就恢复到了年轻的时候，这不科学。所以说，我们养老院在让老人过独木桥，他们养老院让老人过独木桩，这可真怨不得我。让老人走独木桥就够冒险的了，谁成想对面直接在万丈深渊上过独木桩啊！现在改方案，立刻改，下午就实施。张院长，我也想让老人去蹦极跳伞，可是他们的体质撑不住啊。别人养老院的老人怎么就撑得住？或许是因为修炼了青云吐纳诀。哼，连你也信那狗屁吐纳诀有效果？不是我信，是这东西没办法用科学解释了。宿主带领弟子修炼，向世人展现了修仙者的日常生活，收获声望值37194点，当前声望值43865。声望值比以前涨得快多了，但没有上次节目结束时给的多，是因为效果还不显著吗？看来等晚上就得让老人们如履平地了。现在网络现场热度最高的养老院是青云养老院，我们切入青云养老院的视角，看看他们在做什么。老兄，你干啥呢？这么近，你不要命了？哎呀，我练练胆儿，不能总指望陈院长揪着咱走啊！好，我也练练胆儿。讲真，我8个胆子加起来都没有人家老头1个的大。是有胆量的缘故吗？我觉得体质才是最重要的。怎么说？我在现场看半天节目都累够呛，人家老头在万丈高空的梅花桩上待半天，不光没累趴，还在这练胆。我操，这是什么神仙体质啊！不得不承认，在这种方式的促进下，老人们的胆量确实在大幅度提升。我虽然不清楚原理，但效果无疑是显著的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他们一会儿还要从梅花桩上跳来回吧。爷爷奶奶们练习的怎么样？我腿肚子还是有点发软，我还是不敢往下看呀。哎呀，陈院长，你赶紧把我接回去吧，我是真害怕呀。害怕是正常的，但你们真正怕的不是摔下悬崖，而是觉得自己老了不行了。夏爷爷，您年轻时是高空清洁工，登高望远本是常态，如今连面对高空的勇气都没有了吗？王奶奶年轻的时候是著名的登山运动员，因一次失误导致双腿截肢，从此不敢登高。可您就不想再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吗？再说您，熊爷爷，您年轻的时候曾经艰苦奋斗在铁路一线，怎么今天却被这小小的梅花桩拦住了去路？爷爷奶奶，你们不是在战胜恐惧，而是在战胜自己。熊爷爷年轻的时候是英雄，老了更是英雄。加油，加油！当年修铁路的时候，什么苦没吃过？老了怎么了？照样浑身是胆。
陈院长不是在让老人们克服恐惧，而是让他们找回年轻的自己。是啊，各位老人，特别是熊爷爷，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陈院长的发言十分感人，熊爷爷也让我们见识了英雄的不朽。现在实时投票通道正式开启。这要不是第一，节目组肯定有黑幕。无论是从创意还是立意，青云养老院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。哎，那位梁教授怎么一直没说话了？他不说话，我还感觉怪无聊的。不对劲，我知道了。投票暂停，我有话要说。梁教授还有什么看法？什么炼丹？这分明是一场骗局，一场联合老人欺骗节目组、欺骗现场观众、网络观众的骗局。骗局？梁教授，你在说什么？很明显，万丈深渊是假的，梅花桩也是假的，这都是全景 VR 技术的功劳。老人早就知道这一切，所以胆子才变得这么大。什么全景 VR 技术能做到这种程度？哼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什么技术不可能实现？大家要相信科学，哪有什么修仙，全都是骗局。我觉得梁教授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顶尖的全景 VR 设备价格很高，陈院长图什么上这么高端的设备？不知道，不过我要求节目组介入，是真是假，一探便知。导播组也听到了大家的反馈，那么现在就由我们的现场记者下堂，让我们感受一下真实的现场环境。肯定是假的。夏记者，台长说有许多观众质疑青云养老院作假，让你去崖边感受一下真实情况。这还能有假？演播室听不到这呼啸的风声吗？梁峰教授怀疑风声是用音响制造出来的效果。这个梁峰，他怀疑让他自己来试啊！夏记者，你小点声，现场直播。梁峰，梁教授，你真是该死啊！我的摄像机！我操，针孔摄像机都能摔下去！你跟我说这是全景 VR？ 天啊，陈院长玩的就是真实啊！梁教授，这次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这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梁教授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接受现实吧。既然确定现场没有问题，那么投票继续。让我们恭喜青云养老院获得1万元助老资金。这都是我在养老院里偷拍的画面，本来是想戳穿你的，结果发现都是真的。针孔摄像机不是掉深渊里去了吗？我的摄像机有实时上传云端功能，这是下载下来的。那你把这玩意儿给我干啥？赶紧编辑好传网上去啊！啊？愣着干嘛？这可是最好的宣传材料。哎，哼，这哪是什么关爱留守老人节目，这分明是老年热血番呀！燃起来了！叮，宿主向世人展现修仙者的日常生活，获得声望值，当前声望值151378点。果然，展示的越多，声望值获取的越快，距离解锁初级宗门福利还差5万。等夏记者把偷拍视频挂到网上，估计就能凑齐了。说来就来了。夏记者是知道咱们想看啥的，先把最后一段放出来了。这是真万丈悬崖，根本就看不到头，漆黑一片。我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视频，我说青云养老院神了。叮，当声望值突破20万点，解锁初级宗门福利云山雾罩阵。来了！云山雾罩阵的效果是什么？云山雾罩阵护宗大阵，可隐藏青云门所在的位置，让外界无法查看。修仙养老院，不是，修仙门派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逼格。这大阵一摆上，逼格直接拉满。梦 C 出了梦卡，梦 C 出了梦 C 卡。梁教授，要不咱们回吧？夏记者的视频都发网上去了，
青云养老院后院真有万丈悬崖？哼，眼见为实，我就不信那悬崖是真的。可下记者都吓出汗来了，不像是假的呀。节目组为了收视率，什么都敢做。你怎么就知道视频不是 PS 的，假记者不是装的？梁教授说的有道理，马上就要到青云养老院了，我把摄像机打开。看来这就是青云养老院了。等着吧，我会将你们制造出来的谎言通通戳破。养老院在哪儿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啊！我刚才明明看到青云养老院在这儿，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了？梁教授，你看错了吧？这里只有雾气啊！那么大的养老院，我怎么可能看错？梁教授，您没看错，这就是青云养老院。现在化成雾了，大场面，绝对的大场面！只要是放到网上，播放量肯定炸了。叮，宿主成功向世人展现青云门的护宗大阵，让世人感受到了青云门的强大，获得声望值。当前声望值356914点。啊！我啥时候展示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咋不知道啊？声望值还在上升，能兑换的道具也多了。明天的主题是完成老人的梦想，兑换什么道具好呢？太多了，没什么方向。等老人把梦想都说出来再选吧。明天节目组的主题是完成老人的梦想。陈院长让我问问大伙儿都有啥梦想想完成。谁起的头谁先说。王玉兰，你先来。哎，老婆子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没有梦想，还是你们说吧。你胡说！王玉兰，我问你，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要去登山？因为山就在那里。那现在呢？我看你真像陈院长说的，从那次登山出了意外后，就再也不敢登高，连年轻时的梦想都不敢想了。谁说我不敢想了？我从小就只有一个梦想，攀登。我要去高处，我要攀登。好，接下来老夏，你说。怕你们笑话，我年轻的时候是高空清洁工，但光琢磨挣钱了，风景是一点没看过。我的梦想也是去高处，我也要攀登。别光我们说，老熊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是啊，老熊，说说你的梦想，该不会是想找个老伴儿吧？去你的！我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还找老伴儿？哎，我的梦想就是活着，让我家那小兔崽子知道，想让他爹死没这么容易。王奶奶、夏爷爷他们的梦想都很一致，都想攀登，站上更高的地方，看向更远的位置。看来他们都战胜了心中的恐惧。熊爷爷这梦想有点意思。对了，院长，明天的活动我们怎么安排？既然老人们的意见都很一致，明天就带他们去攀登，攀登更高的山峰。什么山？那就先来个简单的，泰山怎么样？虎玉之手泰山，您管这叫简单？难道不是吗？您说是就是吧，我通知节目组，让他们准备一下。好。周总，不是我们不努力，而是那青云养老院总能搞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没错，他们不光叫老人吐纳爵，甚至还……多余的话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了。让你们参加节目是为争光，可现在呢？是我的问题，我检讨。你不用着急检讨，我刚才通过电视台的朋友知道，青云养老院明天要组织老人去爬泰山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打算组织老人郊游。哼，人家爬山你郊游，你们不输谁输？张院长，你要是当不了这院长，就趁早走人。周总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那位梁教授也退出了录制，明天我会安排一个自己人过去当评委。张院长，你可别再让我失望了。是。今天我们关爱留守老人节目组迎来了一位新的评委老师。
大家好，我是马松。梁峰教授因为身体原因，遗憾退出了节目组，以后就由马松老师来接替他的工作。没了梁教授，少了很多乐趣啊。还好青云养老院的活够多，够硬。那么好，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完成老人的梦想。桃花源养老院因特殊情况不参加今天节目的录制，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两家养老院中各位老人们的梦想是什么吧。五岳之首，泰山之巅。为了完成老人们一览历代帝王封禅之地的梦想，今天我就带着大家登泰山。现在的老人真是敢想敢干，不过泰山确实值得。对，现在的缆车很方便，就算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可以去爬泰山。马老师有什么看法吗？我当然是等着看青云养老院的效果，人家登山，他也登山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完全相似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这些老人怎么瞧着都好像不太高兴。真的哎，你看那位赵爷爷都没理院长就自己走了。他们该不会是不想爬山吧？怎么可能是不想爬山呢？我才是第一次看到泰山，太激动了，赶着上前面拍照合影去了。青云养老院不是也要来泰山吗？怎么没看到他们人呢？估计是错开了吧。院长，咱们抓紧时间爬山，别让青云养老院的人抢了先。来回的门票、缆车票、露营地都订好了吧？都订好了，咱们先坐缆车到山顶的天街，就可以直接去露营地野餐。好，这次咱们准备充足，而且是在第一顺位播出，处处抢先，怎么可能还会输？开拍了？还没有。陈院长，你都到泰山了，带着老人来宾馆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去爬山？这大早上的有什么好急的？陈院长，你看看，西洋养老院的院长已经带着老人们向山上走了。走就走呗，他们也爬泰山呢。对啊，也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故意的。反正你赶紧跟我走，现在追，没准还能赶得上。夏记者，爬泰山哪有？来不及了。陈院长，你准备好要拍了。陈院长，今天准备完成老人的什么梦想呢？这帮家伙是要搞事情啊！好，那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今天白天青云养老院全员休整，等晚上才是完成梦想的开始啊！晚上泰山？难道陈院长要带着老人们也爬泰山？晚上才是梦想的开始，有意思。我开始期待起青云养老院想做什么了。看样子陈院长是在宾馆吧？宾馆，老人的梦想，晚上，光凭这些很难猜出晚上要做些什么。什么晚上才是梦想的开始？分明是梦想撞车了，临时想办法呢。马老师看出了什么吗？没有，不过我的心情和两位老师一样，我也很期待，很好奇，很想知道陈院长要在晚上完成老人的什么梦想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两家养老院的情况，等到了晚上再来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吧。摄像大哥，夏记者，我要休息了。你还有心情休息？节目组知道咱们来的是泰山，你还说晚上的惊喜，一会儿就该有人猜到你要夜爬泰山。那咋了？你不怕西洋养老院再搞你一次？他们要是有夜爬泰山的本事，我欢迎他搞。你说的有道理哈。还真没听说过超梦想的，超什么的都听说过，所以光是夜爬泰山还不够，还要来点更有趣的东西。御兽法门、炼丹炉鼎、炼器秘诀，要100万声望值，太贵了。
系统，我现在有多少声望？当前声望值435170。提升精神力、意志力倒是小事儿，赤龙虚影可是太帅了，就是声望值还差点，不然绝对要换这个。听节目组的人说，青云养老院早上也去泰山了。应该是2家养老院的想法撞车了，陈院长才临时取消了行程。不过我听节目组话里话外的意思，好像不是节目撞车，而是剽窃。剽窃？怎么回事？有人说西洋养老院给节目组交了2份计划书，去泰山是备选，夏记者觉着去泰山的主意不错，就透露给了陈院长。这个陈院长也太会捡方便了吧？怎么可以剽窃别人计划呢？要不说偷来的终究是偷来的，人家正主把计划用了，看他怎么办。这还能怎么办？在泰山就直接夜爬泰山啊！开什么玩笑？多大年龄的人了，你让他们夜爬泰山？青春没有售价，泰山就在脚下。小陈院长，你小点声，我们都这岁数了，还青春呢。这倒是，我觉得这词儿应该改成“人生活在当下，小小泰山拿下”。瞧瞧人家这行头，一看就是有专业人士指点。哎，你们发现没？青云养老院这边气氛特别活跃，满门心思想登山。西洋养老院那边却死气沉沉的。是啊，两边的反应都不一样，到底是谁剽窃谁还不一定呢。西洋养老院采用的毕竟是备选方案，积极性不如原方案很正常。只是陈院长这么晚还让老人攀登泰山，是不是太危险？危险性肯定有，不过王奶奶他们的身体素质都很好，小心一些不会出问题。没错啊，幸亏我转移话题转移得快。不过，夜爬泰山，年轻人都容易出事，更何况这些老人。就我这脑袋，忘问晚上有没有缆车了。晚上所有景区的缆车都不营业。老熊，我这瘸子还没问缆车的事呢，你咋还想问上了？老熊应该是想帮我问。哎，我这腿不中用了，在有生之年能看看泰山就知足了。你们去吧，不用管我。这怎么能行？那怎么？你们还想给我抬上去？王奶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未卜先知啊！啊！我和夏爷爷第一棒，熊爷爷你跟赵爷爷第2棒，咱们接力给王奶奶抬上泰山。那我呢？哼，您老人家腿脚不好，赵爷爷眼神不好，你俩搭配，一个出力气，一个看路。好嘞！你们别！您是登山运动员，攀登是您毕生的梦想，现在您就在梦想的脚下。陈院长说的简直太好了，现在您就在梦想的脚下。这话说完，我直接头皮发麻。还有陈院长之前说的，等晚上才是完成梦想的开始，而现在梦想正在变成现实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份梦想爱得深沉。泰山的垂直距离是1500多米，他们不光要爬上去，还要抬着一个轮椅一个人上去。一个成年人徒步攀爬泰山需要3到5个小时，就算有陈院长帮忙，他们恐怕也要爬到明天啊！带着轮椅上山，这陈院长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居然能想出这种点子？该不会拿了对方的选题可拼不过吧？开卷考试还能说？既然青云养老院开始了夜爬泰山，那就让我们看看西洋养老院的人都在做些什么吧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。赵老，急什么呀？吃2口再走啊！我说我吃好了。看来爬山真是个辛苦活，这是给老人家累得连饭都不想吃了。不过挺好，早些睡，明天起床就能看到泰山的日出之景。爬山确实很累，但他们是坐缆车上来的吧？是啊，而且我看这位老先生不像累了，倒像是生气了。有吗？不能吧？到半山腰喽，抓紧，不然赶不上日出了。嚯，这年轻人真有冲劲儿！嚯，这老人家比年轻人都有冲劲儿。年轻的时候叫小博尔特吧？抱歉，让一下。我累出幻觉了，
A186 爆改的轮椅进山了！大哥真是有节目效果，前有拄拐小博尔特，后有轮椅爆改 A186 进山，这才叫登山啊！早起那叫什么玩意儿啊？之前还说青云养老院剽窃西洋养老院的计划，依我看，谁剽窃谁还不一定呢。张院长，你别野吹了，赶紧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不然你剽窃的事儿就败露啦。怎么可能败露？陈宇在直播里说什么了？观众不是瞎子，那边既有前登山运动员的梦想加持，还有轮椅爆改 A186 进山。你有什么？坐缆车带老头在山顶吃饭吗？现在加活动，来不及了呀！你想办法，总之速度要快，不然你就成了剽窃别人梦想的蛀虫。我来这个节目帮你也成了笑话。我知道了，现在年轻人爬泰山都喜欢在泰山上待一宿，这肯定是个潮流。我这就带老人们过去。这就是历代帝王封禅的梦想之地。既然我们今天来了，不光要效仿古人登高祭天，也要与时俱进，效仿当今的年轻人。今天就让我们纵观古今，来一场历史与新潮的对撞，感受一下现代年轻人的激情。他有病吧？凌晨2点，这么高的海拔，让老人过来挨冻。年轻人为啥在山顶待着？一是因为来早了，二是因为山顶的宾馆太贵了，开完宾馆然后再来山顶挨冻，花完钱再受罪。我们年轻人可没这么蠢。这个张院长本来想拍年轻人的马屁，结果拍马蹄子上去了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蠢的人，就没有一件事能办成的。小陈院长，还有老熊、老夏、老郑、老赵，谢谢你们。都是一个养老院的，跟我们客气什么？快到顶了！怎么不走了？前面堵车了。王奶奶，现在山就在这儿，您的梦想也在这儿，我扶着您走完这10步台阶，让我们一起将梦想实现吧。我想，王奶奶从坐上轮椅以来，就从未想过自己有机会爬上泰山，但今天她走来了。余华们扛起铁绳，向泰山发起了攀登。他为什么要攀登？因为山就在那里。今天，很抱歉，没有控制好情绪。因为演播室刚刚传来消息，说今天的泰山或许看不到日出。不就是个日出吗？老婆子我当年登山的时候，什么日出没见过，看不到就看不到。唉，可我们爬了这么久，努力了这么久，最后却还是留下了遗憾。人生本来就有遗憾的，不是吗？没错，人生本来就有遗憾，但人生中也存在奇迹。如果奇迹有颜色，那么一定是华夏红。奇迹，这是我见过最伟大的奇迹！太阳出现了！是王奶奶那颗攀登的心推散了云层，是陈院长的奇迹叫来了太阳。怎么什么好事都让青云养老院赶上了？这下可糟了！这么激动人心的画面，我想西洋养老院的老人们也见到了。让我们看看
他们在干什么吧。老人们昨天晚上玩得很开心，就是一不小心着凉了。人生路上有许多惊喜，但人生路上也存在意外。狗屁的意外！分明是昨天晚上在泰山山顶洞的，还一不小心，我看他是故意的。陈院长那边是人生本来就有遗憾，但也存在奇迹。张院长这边是人生路上有许多惊喜，但也存在意外。比较之下，高下立判。我现在不得不重新审视，到底谁在剽窃谁的创意。很明显是西洋养老院在剽窃青云养老院的创意，本来想玩个大的，结果抄都不会抄。节目组的初衷是为了让老人的生活越来越好，这张院长却为了争第一不择手段。这种家伙就没资格当院长。也不能这么武断，万一真是想法撞车了呢？毕竟一个是白天爬，一个是晚上爬嘛。马老师，你刚才还不是这么说的？我之前也是听说，具体怎么回事还要靠节目组的调查。我累出幻觉了，怎么有条龙啊？哎呀，你眼神不好，看错了正常。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？等会儿，我还以为刚才是我哭出幻觉了。老郑，你也看到龙了？你也看到了？难道不是幻觉？龙！小陈院长，你看到龙了吗？看到了，而且你们以后会经常看到。经常看到？小陈院长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幸亏直播的过程中声望值一直在涨，不然还真凑不齐50万声望值兑换赤龙观想图。和之前的梅花桩一样，这是一种修炼精神力的道具。观想赤龙就是修炼的一部分。陈院长能召唤龙？差不多是这意思。我没看错吧？这是龙，华夏历史上记载的龙，就是龙，红色的龙，是它积在云层让太阳出现的。这是节目组做的特效吧？我刚刚询问了后台人员，虽然很不可置信，但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此刻见到的是真正的龙。这怎么可能？龙是神话中虚构的东西，怎么可能真实存在？节目组否认是特效，我还亲眼看到了，这还能有假？我以后去外面说都怕有人不信，我见过龙，真的。兄弟，我给你作证，我也见过龙，并且是在泰山顶上拨开云雾见的红龙。经过1天1夜，2家养老院也分别完成了老人们的梦想。现在实时投票通道正式开启。就这还有人给西洋养老院投票？他们眼睛是白长的，剽窃呀，剽窃！两家养老院的想法虽像，但一个是在白天爬，另一个是在晚上，不能说是谁抄谁。是啊，如果西洋养老院最后不整一个山顶爱豆，得票数肯定能再高些。陈院长，节目组担心老人们太过劳累，打算暂停1天节目录制，让老人们好好休息。就是爬一趟泰山还休息什么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咱们养老院肯定是没这个必要，可西洋养老院的老人都去医院了，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桃花源养老院需要明天才能参与节目录制。少录1天节目就少赚1天的声望值啊！算了，放天假就当让老人们巩固修炼吧。哼，不吹不黑，他们还真见过龙。我说我见过龙，他们都点头说见过我，还说自己就是那条龙。这确实，每次我妈叫我吃饭，我要是回答慢了，妈妈就会问我是不是龙，是不是龙。虽然之前有人吹自己见过龙，但这回可真不是吹。叮，当前声望值789041点。兑换完赤龙观想图后，还能积累近80万的声望值，这条龙照顾不亏。既然不急着录制节目，爷爷奶奶们，那就练起来吧。不好了，网上除了说自己见过龙的，就是在说我们剽窃青云养老院的创意。这怎么能行？要是让上面知道，我得扒了我的皮。
绝对不能让风向一边倒。你立刻去组织水军，必须把咱们养老院的名声挽救回来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是张院长吗？来台里一趟，我有事找你。王台长，你是想问剽窃的事吗？我跟你说，这肯定是诬陷。情况我大概了解，你来台里具体说吧。王台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没有也没办法剽窃风云养老院的创意，这是诬陷。哼，诬陷？我怎么就不信？这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，人家去爬泰山，你们也爬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凭什么说我们养老院抄他？就因为他票数高啊？我还说他抄我呢。好了，不要再吵了，我会调查出真相，也请张院长、陈院长配合，你将会议内容转告陈院长。好，我相信广大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一定能分析出真相究竟如何。等我的水军到位，黑的也要给你说成白的。陈院长，你拿什么跟我拼？一边锻炼体魄，一边修炼精神力，两不耽误。陈院长，你怎么还在这待着呢？外面都吵翻天了。什么事吵翻天了？你自己看热搜。据内部人士爆料，陈院长和魔都电视台总记者夏棠是恋人关系，计划书就是夏棠偷取的。有人控评，这是买水军了。我猜肯定是张院长搞的鬼。我都没打算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他们反倒还招惹上我了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也买水军打回去？买水军干什么？别忘了我的职业，这事儿交给我，简单的很。你的职业？我记得商城里好像有个土真秘术，多少声望值来着？就你了。不过要弟子修炼，没关系，小问题。陈院长，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星云养老院院长啊，还能是什么？错，我是青云宗宗主。什么？陈宇要去魔都电视总台跟我当面对质？没错。连这种昏招都用，看来他是真没有办法啦。是啊，买水军需要花很多钱，不是一个小小的养老院能出得起的。当面对质，听起来我就想笑。怎么，我还能实话实说不成？小陈院长，我练了那什么吐真秘术，就能让人口吐真言了？没错，王奶奶，您是咱们养老院里精神坚毅程度最强的，您只要往那儿一坐，张嘴一问，问什么对面就答什么。好，那我到时候就试试吧。啊，王奶奶，这事可不能试啊！这不光关系到青云养老院的名誉，还关系到我的清白啊！陈院长，他就是西洋养老院的张院长。这不是夏记者和王奶奶吗？看来这位就是陈院长了。我是陈宇，把王奶奶请过来是想打感情牌，但是陈院长，有些事不是靠感情能左右的，网友们有权知道真相。好你个倒打一耙！张院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夏记者怎么还急了？你急什么？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莫非你真帮陈院长偷了我的计划书？非要玩这么大，我就陪你玩玩。正好今天没别的节目播出，一会儿你跟王台长商量一下，今天的节目就播两位院长的当面对质，如何？陈院长，你疯了！弄不好你就身败名裂了。哎，我觉得你的提议很不错嘛，真理越辩越明。现场直播，我举双手赞成。既然张院长和陈院长都愿意辩论一番，让小妮准备一下，1小时后开播。无论是谁在剽窃，两位院长也不可能承认，恐怕争论不出结果。让小妮说结束语的时候，往2个人思路相同方向引导，这样就有结果了。明白。由于2家养老院都去了泰山，导致网络上产生了不小的争论。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基阳养老院的张院长。
青云养老院的陈院长还有王奶奶来到了节目现场。王奶奶，听说攀爬泰山是您的梦想？是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是登山运动员，把腿摔断以后，做梦都想再爬一次山。请问张院长去爬泰山是在完成哪位老人的梦想？我完成的不是某位老人的梦想，而是所有人。毕竟攀登3山5岳，走遍5湖4海，是大多数人的梦想。王奶奶的事情，我特意上网上查过，是真的。而且她不光是登山运动员，还曾攀登过珠穆朗玛峰。爬珠峰极为危险，可见王奶奶把攀登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。既然连珠峰都爬过，梦想怎么可能是继续攀登呢？毕竟王奶奶已经看过最高的山了嘛。马老师说的有道理，当你见识过最美的风景，就不会再想看路边的小花。就是见过最美的风景，才知道路边的小花有多么顽强。再想看看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可张院长说的也没问题啊。我看网友就是事多，这分明就是个误会。这家伙说谎话都不带脸红的，还完成所有人的梦想，我呸！陈院长，一会儿就到辩论环节了，王奶奶准备好了吗？王奶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放心吧，肯定没问题。现在才知道发消息求援，晚了！一个毛都没长全的小孩还敢跟我打擂台，一会儿就让你丢人丢到全国。好，接下来就是2位院长的辩论环节。2位院长谁先发言？在辩论的角度来说，第一个发言往往不占优势，就让我先来吧。高风亮节，这种人会剽窃，我第一个不信。我只想说，无论如何，这都是我和陈院长引起的问题，但老人是无辜的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冲我来，不要冲老人。张院长之前做了很多错事，我不太喜欢他，不过今天我对他的看法有些改观。是啊，我原以为他要为自己辩解一番，没想到却说出了如此关怀老人的话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先发夺人，打感情牌。陈院长，你现在就是有800张嘴也没用了。接下来陈院长要是争辩，就是不关心老人；不争辩，就让他逃过一劫。没有十足的证据，可就全完了。王奶奶，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吧，记得我教你的口诀。好，我默念完了。张院长去爬泰山是在完成哪位老人的梦想？王奶奶怎么把我刚才的问题又问了一遍？王奶奶，您刚才没听清楚吧？那我就再说一遍。你真是年龄大，耳朵不好使了。爬泰山完成什么老人梦想？分明是拿了第一。张院长是怎么回事？他对待王奶奶好凶啊！明明刚才还不是这样的。张院长或许是害怕王奶奶听不清，所以声音才这么大。天哪！张院长真的原形毕露了。你带着老人们爬泰山，就是为了拿第一？不然呢？完成他们的梦想，他们的梦想有我升官发财重要。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。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爬泰山，还不是知道你们要去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偷了你们的计划书。只是我没想到你们竟然是晚上爬。他承认了，就是他偷的计划书，是他剽窃青云养老院的创意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这种人就不配当院长。你们以为这就完了？我们还买通了评委嘉宾，马松就是我们的人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这就完了。马松，你不知道吧？我还在网上买了水军，黑青云养老院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还嫌丢脸丢的不够吗？我怎么一看到王雨兰眼中的星星，就想说实话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你完了，我也完了。任何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都有被戳穿的一天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好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。
明天上午，请您继续收看《关爱留守老人》节目，再见。对了，夏记者，网上说你和我们陈院长谈恋爱呢，是真的吗？啊，谈恋爱倒没有，不过我确实觉得陈院长人挺好的。王奶奶，王奶奶，你快收了神通吧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王奶奶一开口，我就特别想说实话，完全控制不住。没错，心里想的是假话，嘴上说出来就变成实话了。看来张院长也是不受控制的实话实说，揭穿了他的真面目也好，果然为了争第一，指不定怎么折腾老人。王台长，西洋养老院马松申请退出节目的录制。同意。明天的节目怎么办？继续播出。只要有青云养老院，我们就不怕没有收视率。你去转告陈院长，明天节目的主题是关注老人的兴趣爱好。交给我了。明天是要和桃花源养老院比赛吗？没错。看来明天第一就要归青云养老院了。不见得。据我所知，桃花源养老院的老人们兴趣爱好是做手工。手工？桃花源？难道咱们市最出名的桃花手工艺品都出自桃花源养老院？没错，他们做出的桃花手工艺品曾经上过帝都电视台。叮！宿主向世人展现修仙者的玄妙，获得声望值，当前声望值3230459点，声望值增到300万。网上是评论炸了吧？我操！以前说青云养老院的老人在修仙，我觉得是节目效果，现在看不像是假的。张院长都被送进去了，这还能有假？这就是修仙者的恐怖之处吗？当真是恐怖如斯。这才哪到哪儿？修仙者的强大才刚刚开始。明天节目的主题是关注老人的兴趣爱好。没错，西洋养老院退出了节目录制，你明天的对手只有桃花源养老院。如今训练体魄、精神力小有成效，确实该进一步培养老人对修仙兴趣爱好了，例如炼丹。你别大意，桃花源养老院是咱们市著名的手工艺出品地，桃花手工制品堪称一绝。夏记者，你是不是在给我透露情报？这些内容网上都能查到。既然如此，我可就要好好准备一下了。正好有300多万的声望值，换完这3门秘诀，再兑换一些对应的工具，够用。搞定了吗？不是搞定，是直接拉满。西洋养老院退出了节目录制，这样只剩我们和青云养老院了。没错，明天的节目主题对我们有很大优势，我觉得我们能赢。优势确实很大，但也不能大意。我打算让老人们明天制作桃花挑花。桃花挑花？这可是我们准备提交非遗的作品，真的要用在明天吗？青云养老院的实力不容小觑，既然决定要比上一场，就要拿出最好的作品。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关注老人的兴趣爱好。好精致的桃花树，是桃花源养老院制作的吧？没错。看来他们已经选好题目了。是的，听吴院长说啊，老人们今天要制作一款非遗项目，让我们看看他们今天要做些什么吧。吴院长，爷爷奶奶是在绣桃花吗？没错，老人们制作的作名为桃花挑花，正在采用抽纱工艺进行挑制。好专业的术语，吴院长能否简单解释一下呢？桃花挑花是苗绣的一个分支，制作工艺十分复杂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挑花中的第一环节，先在布料中染出底层颜色，然后才能绣制桃花。竟然是苗绣，许多苗绣技法已经失传了吧？是啊，我只听说过14刺绣，吴院长说的挑花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我虽然不懂，但大受震撼。
颜料盘上的蓝色颜料好好看啊！是什么蓝？以后我家装修就要用这个颜色。这是蓝靛，蓝靛一种纯天然染料，是用松兰、蓼兰、马兰等植物叶片加工制成的。连原料都是纯天然的，怪不得小尼说桃花挑花是非遗项目。看来这次星云养老院遇到了一位强大的对手。我去，桃花源养老院连非遗作品都拿出来了，青云养老院拿头打呀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桃花源养老院真是卧虎藏龙。按照青云养老院之前的表现，我觉得他们胜算很大，但这次他们的对手是国家级非遗工艺。听说陈院长要按照老人的不同喜好，分别安排相应的兴趣活动。没错，请跟我来。陈院长，炼丹室，这是炼丹室。这鼎炉倒是很像古籍中记载的炼丹炉，但这风箱和木材，声望值不够兑换专业道具了。能否请陈院长解释一下呢？这是古代工艺和现代工具相结合。风箱是现代工具？当然，操作人员能够通过拉动风箱的快慢来控制火焰强度，十分考验技巧。这个小洞是做什么的？当炼丹术不熟练时，需要通过这里观察丹药的形成状况，以便更好成丹。我明白了，这么小的小洞，肯定需要一个眼神非常好的人来观察。上帝为我关闭了一扇门，也打开了一扇窗。别看我腿脚不好，眼神可好用着呢。是呢，郑爷爷在夜爬泰山时可是全队的眼睛。郑爷爷，你还有别的任务，炼丹的事就交给赵爷爷。我眼神不好啊。对呀，眼神不好才该练呢。赵爷爷的眼睛本来就坏了一个，还让他透过这么小的孔洞去观察丹药，这真能看清吗？陈院长的想法实在是太大胆了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陈院长说的还真有点道理。眼神好还练什么眼神？眼神不好才得练呢。臭死我了！炼丹本来就是没谱的事儿，还让赵爷爷练，这能练出东西就出奇迹了。我很难想象一个独眼老人既要拉风风箱，还要添柴火，更要观察丹药是什么画面。陈院长，我先跟你说好啊，我肯定尽力，但我这眼神你也知道，搞砸了我可不管。没关系，你就放心大胆的来。陈院长安排的第一个兴趣活动就这么有趣，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呢？炼器。炼器。这铁锤看起来就很重。这是专业的锻造锤，重量大概是700斤。700斤？陈院长准备安排哪位老人来练器呢？我估计是你。就我这小身板，能拿700斤的锤子？拿不动才要练呢。熊爷爷，你来。陈院长还是能分清轻重的。就说不能是我。炼器需要2个人进行，熊爷爷负责锻造前的淬火工艺，夏爷爷负责锻造。陈院长，你认真的？我拿这玩意儿？对呀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老夏呀，你就练吧。夏爷爷这体格子往锻造锤旁边这么一站，就跟营养不良似的。我的妈呀！陈院长是要笑死我吗？乖乖，这是知道一本正经的来，搞不过桃花源养老院，出上奇招了。你别说，这奇招还怪有意思的，我是真想看呀。陈院长还准备了第3项兴趣活动，这是我准备的最后一个兴趣活动——制服。制服？就是在纸上画一些东西吗？可以这样理解。和前2项活动比起来，制服就安静了许多，很适合王奶奶和郑爷爷。我还以为陈院长准备了什么磨练腿脚的兴趣活动，吓死我了。难怪刚才不让我去炼丹，原来早就给我安排好要制服了。王奶奶，我想你对这里应该很感兴趣。交给我了。等会儿，陈院长，我呢？我干啥？也没有别的活动了呀。谁说没有的？你刚刚说制服是最后一个活动。陈院长，你还给我准备惊喜了。陈院长是想让我上山？难道惊喜在山上？没错，郑爷爷，你负责上山砍柴，往炼丹室练气势运。
陈院长，你管砍柴运柴叫惊喜？你就说惊喜不惊喜吧。太惊喜了！你的工作最重要，一旦柴火跟不上，炼丹室和炼器室都要趴窝。所以奔跑吧，爷爷！我去，突然之间燃起来了。确实是挺燃的事儿，但我看着郑爷拄着拐上山的样，怎么就控制不住的想笑呢？谁说不是？让眼神不好的炼丹，让体格不好的炼气，让腿脚不好的跑腿，这搁谁看了都不乐啊！好有趣，笑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桃花源养老院的非遗挑花很令人震撼，但青云养老院的兴趣活动也很吸引眼球。是啊，不过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，我还是更喜欢挑花一些。青云养老院的这位陈院长真有趣，连这种点子都能想出来。吴院长，您怎么还夸上对手了？他表现得好，咱们可就要输了。他做得好自然要夸，不过节目才刚开始，还没到输的程度。接下来就换咱们出手了。吴院长的意思是，目前看来两家养老院带来的兴趣活动都非常有趣，不过桃花源养老院还带给了我们一个小惊喜。吴院长，这位是苗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白启平。吴院长居然把白启平白奶奶请到现场，亲自指导桃花挑花制作。行家出手就是不一样，手非常稳。那肯定的，这位白奶奶可是行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。挑花的制作工艺极为复杂，哪怕只是挑错一根线，就会导致所绣的所有图案变形。怪不得能成为非遗。制作桃花挑花不光需要眼力、手力，还需要细心仔细。两家养老院对比起来，青云养老院很有趣味性，不过桃花源养老院却更吸引我。主要桃花源养老院能出真东西，青云养老院有趣归有趣，但还是差了点东西。坏了，对面把非遗传承人都请出来了。不愧是国家级，但是绣了几针就明显能感觉出不一样。你先别看人家了，网上说你搞的娱乐性太重，不如桃花源养老院有深意。他们管炼丹制药制服叫娱乐性太重。经过一上午的兴趣活动，我想他们的作品都有了不小的成果，让我们来看看吧。桃花是春天的色彩，我觉得这里的颜色可以用得再鲜艳一些。现在应该是午饭时间吧？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，是完全不记得时间的。你叫他吃饭，他还不高兴呢。爷爷奶奶们，白老师，吃饭了。这块还没绣完呢，吃什么饭？还真是。当然，老小孩嘛，就跟孩子一样。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外面玩，到时间也不愿意回家一样。木材不够用了，老郑这家伙怎么还没来呢？来了来了！练得怎么样了？准备吃饭了。陈院长，还吃什么饭呢？你把这屁股丹吃了，保你一整天都不饿。赵爷，这丹药怎么还有股子糊味啊？火候大了点，但你放心，肯定不影响药效。你吃了？吃了呀，虽然味道差了点，但陈院长你信我，绝对顶饿。赵爷爷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？你看陈院长举着那枚丹药，脸都白了。好消息，屁股丹炼出来了。坏消息，多少带点糊，太有乐趣了。就冲这个，我都得投青云养老院一票。老郑，我木头哪去了？这边等着火炼铁呢。把这茬给忘了。来了来了。那边叫我，我先走了。赵爷，你抓紧时间吃饭，别饿坏了身子。
人老熊都忙得热火朝天了。老夏，你干啥呢？身与气精，存无守有，出旋入聘，平心静气。一会儿还有大活等着我呢。这确实是个大活儿。那就等下午再说吧，马上就要吃饭了。确实饿了，我这肚子也饿得咕咕叫，那就下午再说，先吃饭。听说你俩饿了，这不巧，我刚练的屁股丹，吃一粒饱1天不饿的那种。我怎么突然感觉不饿了？吃饭什么的等晚上再说，先干活。怎么突然就不饿了？我刚练的屁股丹呢。我不饿，这事闹的都不饿。没事，我找王妹子去。你别来，我不饿。怎么能这么有意思？我看青云养老院今天是想把我笑死在这儿。是啊，桃花源养老院是老人废寝忘食不想吃饭，这边的老人是想吃饭，结果让郑爷爷的屁股蛋吓得不饿了。像极了我饿了，却发现中午饭是老爹做的，色香味全没有，就剩个管饱。这比喻太形象了，兄弟们饿吗？郑爷刚练的屁股丹，不饿不饿，突然之间就饱了。小刘，你把饭菜打包送过去。好的。陈院长，你不是青云宗的宗主吗？怎么连赵爷爷炼出的丹药都不敢吃？我承认赵爷爷很有炼丹天赋，也相信屁股丹真有让人1天不饿的能力，但我真是下不去嘴呀。你说赵爷爷炼出来的屁股丹真能让人1天不饿？虽说卖相和味道差了些，但既然能成丹，功效就不会差。可别人不知道这事儿啊，大家都以为你们是在闹着玩逗乐子呢。这刚过去半天，急什么？怎么能不急呢？那边既有桃花挑，还有苗秀的国家级传承人，你这边再不发力，就要让人家比下去了。输赢倒是无所谓，但声望值不能落下。别慌，我这边有3手准备，就算炼丹炼气都没能做出成效，王奶奶的制服也足以让人眼前一亮。哼，这青云养老院简直就是哗众取宠。什么哗众取宠？今天节目主题是关注老人的兴趣爱好，老人们玩得开心，观众们看得舒心，就是最好的。吴院长，你怎么总胳膊肘往外拐，帮着对面说话呢？无论比赛还是参加节目，比的是堂堂正正，拼的是全力以赴，而不是贬低别人，抬高自己。吴院长说的对，是我太想赢了，没人愿意输。而且你怎么会觉得我们要输呢？我们的桃花挑花马上就要制作好了。对呀，我们有成果，但是青云养老院是没有成果的。在白奶奶的帮助下，桃花源养老院终于将非遗桃花挑花制作了出来。当然，我们若只是在正面看，这或许只是一个普通的桃花十字绣，但在背面看，我们就会发现布料上的图案是一致的。怪不得挑花是非遗工艺，正反面的图案居然是一致的。啊，十字绣背面的图案和前面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就算使用双面绣法，前面和背面的图案也是反过来的。吴院长在最后为我们准备的大惊喜，当真叫人拍案叫绝。我从来没觉得绣花能带给人震惊，但今天的挑花工艺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技术。吴院长是留了个大招在最后，这下青云养老院有些悬了。老熊来了！夏爷爷把大锤拿起来了，锤子砸到锻造台的时候，我感觉整个房间都在颤抖。好家伙，青云养老院也憋大招的。没想到破丈夫这么好用。我怎么突然有使不完的劲儿了？王妹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用了恢复符。我没看错吧？王奶奶一手驱云雾，2手负力气。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节目，我说节目组里有神仙。老夏来了。既然动静都这么大了，那就再大点儿。我就知道青云养老院不会让我们失望。龙，我们又看到了龙。如果说之前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仙人，那么现在我
我信了。这就是修仙者之间完美的配合吗？绝了，真是绝了！什么叫他妈的视觉盛宴？这才是他妈的叫视觉盛宴！原本我的心思在桃花源养老院和青云养老院之间反复横跳，但现在我坚定不移地支持青云养老院。感谢两家养老院为我们带来的惊喜。那么现在，实时投票通道正式开启。这是节目自开播以来首次出现如此焦灼的情况，连我的心也跟着紧张了起来。青云养老院既有趣又热血，桃花源养老院既有新意又有实力，真的好难做出选择啊！是啊，我喜欢桃花挑花，但是我又很喜欢青云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，真是好纠结啊！成了，导演，我成了！陈院长，我成了，我成了！真假？好香啊！赵爷爷的辟谷丹应该是真成了。正好打铁打饿了，我尝尝。哎，酸酸甜甜的，还带点辣，怪好吃的，有点像鱼香肉丝。真的吗？我尝尝。我这个像巧克力蛋糕。我这个像烤鸭。老熊，你哭什么？炼的丹药有这么难吃吗？不应该呀！不是难吃，是太好吃了。要是当年有这些丹药，当年我们的战士们也不用吃把炒面，再吃盆血了。当年我们的战士们大多没有炒面，只有血。是啊，我记得一位战士的临终愿望就是吃上一颗土豆。就算有土豆也是冻的，放在暖里暖一点，化一点，啃一点，光是想想眼泪就止不住的流，太苦了，当年真是太苦了。不过现在好了，赵爷爷不光炼出了辟谷丹，而且要什么味道就有什么味道。赵富贵，赵富贵！赵爷，你跑什么？我刚才炼丹一着急，把老郑的拐棍的木材烧了。陈院长救我！陈院长救我呀！今天的节目真是一波三折呀！最后，让我们恭喜青云养老院技高一筹，赢得了今天节目的第1名。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绝对呀！是啊，台长，而且您看，咱们节目在网上讨论量也翻了10倍不止。是吗？我瞅瞅。热搜多到我都不知道该点开哪个看。是啊，青云养老院的老人都在网上火出圈了，随便一条热搜的讨论量就过万。我以为泰山之行是节目的巅峰，毕竟 A186 爆改的轮椅、小博尔特都是出自泰山，结果又出个奔跑吧正义。怎么了，台长？哪里不对吗？哪儿都对，只是桃花源养老院把非遗传承人请出来，还赢不过青云养老院。接下来的节目就很难这么精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桃花源养老院已经燃尽了，青云养老院没有了对手。那该怎么办？吴院长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？王台长今天输了，把我们养老院老人的好胜心激发起来了，晚上都不睡觉，吵着让我给你打电话，要和青云再战一场。这是好事儿，麻烦王团长和陈院长商量一下，下期节目能否将节目主题规定在饲养宠物？下期？是的，我们需要用1期节目的时间准备，所以下期节目我们暂不参加。看来吴院长已经有了计划，胜券在握呀。
好，你们准备吧，我去和陈院长沟通。下期节目只剩青云养老院独自参加，那节目的主题要定什么呢？如果陈院长愿意的话，就暂定郊游，节目组出资，让老人们好好玩一天。陈院长，夏爷爷和熊爷爷锻造的剑在网上火了，专家做出了评估，说价值起码上100亿呢。刚上100亿？我瞅瞅哪个不懂行的专家说的？刚上100亿，陈院长可真是不拿钱当钱啊！这柄剑的打造方式简单，但剑却不简单。这专家有点水平。李大师说的对，一个用类似古法工艺锻造出的剑，炒出上100亿的价格，你们这些专家也是够了。这回他还真冤枉专家了。那我编辑回复很好回击他。可以。宿主向世人展现修仙者的兴趣爱好，获得声望值，当前声望值15069362点，声望值破1000万了呀！丁，检测到弟子均已找到自己的修炼方向，请兑换相应术法，引导弟子在修真之路更进一步。青云门居然还出了个剑修，怪不得夏爷爷第一把铸造的武器是剑，原来是熊爷爷要求的。几位宿主选择最适配弟子法术，一斩焚天，想想都拉风，确实适合熊爷爷。换了，攀登是王奶奶的梦想，这术法直接能让对手无时无刻的登山。换了，很难想象夏爷爷那么瘦的人，肌肉膨胀之后是什么样。换了，换。小刘，让爷爷奶奶们全体集合，发福利啦！马先生，你让我们去打假青云养老院中的老人？不光是老人，还有他们的院长，因为他们，我的工作前途未来都没了。马先生，您别太激动，具体是要我们做什么？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修真者，放屁，就是一些骗子。我要你们拆穿这些骗子的谎言，让他们身败名裂。原来如此，请马先生放心，没有人比我们更懂打假。你们面前的是修行术法，拿回去各自参悟吧。修炼此术可使浑身肌肉膨胀，力量变强。老夏，你练成以后可就成肌肉猛爷了。爷爷不弱吧？天火剑气听起来就很强。我的大风步听名字咋样？霸气不？要说名字霸气的，还是老赵的神童术和王妹子的青莲攀登诀。你这个一般。老夏，都这么晚了，还给爷爷奶奶们开会呢？简单说了点事。夏记者，明天节目的主题是什么？先别说明天，我先跟你说后天节目的主题。后天？好，你说吧。桃花源养老院的吴院长想将后天节目主题规定在饲养宠物上，台长让我来询问你的意见。饲养宠物？没问题，说明天节目的主题吧。你这么快就答应了？什么主题都一样。明天节目只有你们一家参与，台长的意思是台里出钱，请老人们去外面采采风，玩一圈。老人们都学习了新的术法，养老院的场地太小，施展不开，去野外练练也不错。没问题。沈杰，你接了个对付养老院老人的单子，这传出去，我们还要名声吗？副队长，他们虽然都是老人，但在网上都很有名气。很有名气？你说的该不会是青云养老院吧？没错，
就是最近在网上特别火，说养老院里都是修仙者的那家养老院。怎么了，队长？这个青云养老院联合网上的所谓专家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一把破剑，敢说价值上百亿。我跟他们理论了几句，他们还胆敢还击。队长，你也跟青云养老院杠上了？我正好接了个打假青云养老院的单子，这么巧，太棒了！最近咱们团队的流量明显下滑，打假他们刚好能赚一波热度。我看过那档节目，我觉得他们表现得蛮真实，不像假的。咱们是干打假的，这点东西还看不明白，明显是节目组联合养老院老人形成的骗局，就是演得很真，把网友都骗了。对呀，现在吹剑的价值，下一步就要直播带货，老套路了。我在打假群联系些专业人士过来打假，什么辟谷丹，我看他在现代医学的显微镜下何处遁形？队长，让我带队过去，我健身了10几年，正好打假那个拿700斤巨锤的老头。好，那就由你带队过去，务必在镜头前展示出我们职业打假人的风采。好的，队长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一个老人就算练过武术也拿不起700斤的锤子，看我怎么戳穿你。今天是本期的特别节目，将会由青云养老院带我们走进大自然，感受大自然。小陈院长也忒会给节目组省钱，说野炊就真带咱们来大森林。不是，咱们过来野炊连点吃的都不带。谁说不是啊？咱这次野炊就剩野了，哪有炊呀？王奶奶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。是啊，我还担心走进大自然的主题会有些无聊，结果开场就丢了个重磅炸弹，纯野没有吹。老熊，咱野炊是放松来了，你还背着剑匣子干啥？陈院长说了，剑修的生命就是剑，我是在和他培养感情。你背着他就能培养感情了？和剑培养感情就和谈恋爱一样，你要珍惜他，爱护他，他才能同样爱你。我看这地方山清水秀的挺不错，很适合约会。小陈院长，我想和赤龙剑单独聊聊天，你们先走吧。熊爷爷好会选地方呀，这里的风景真美，光是看看就能心旷神怡。和剑培养感情就和谈恋爱一样，熊爷爷还真是会比喻，学到了。熊爷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恋爱高手，我要有这两下子，孩子早会打酱油了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熊爷随便说2句话就点醒我梦中人啊！甜甜的恋爱，我来了。还真会作秀，野炊还带着剑，和剑培养感情，说的好听，我看是剑太重，背得走不动了吧？我看也是。这些人中谁是炼丹师？就是他。裘德大人，您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哼，打假炼丹师的工作就拜托裘德大人了。放心，交给我了。哼，华夏中药师研制出的中药就是垃圾，这次又蹦出来个炼丹师，换汤不换药。我要让所有人明白，只有我们西方药物是最有效的。这地方好，适合野炊。少爷爷，你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野炊吗？不，这是你这位炼丹师的一场试炼。我？没错，这本书中记录了所有初级草药。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在山上收集出的草药炼出一粒外伤散。可是我没带炼丹炉呀。没有炼丹炉就炼不了丹药，工具永远是炼丹的辅助，你这位炼丹师才是炼丹的关键。我明白了。老赵这家伙真惨，不像咱们光享福。夏爷爷，你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野炊吗？不，这是你这位炼器师的一场试炼。我这本书里记载着初级炼器原料，找到10种，
每种挖2000斤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我也别问有没有工具的事儿了，我明白了。陈院长，我的试炼是什么？等，郑爷，你还挺自告奋勇。我琢磨肯定跑不了我，你就说让我干啥吧，我一个不字儿都不带说的。你把咱们脚下这座山移走。这个好了，说正事儿。森林太大，我们人员分散，一位摄像师不够用，你就是我们第2摄像师，负责拍摄熊爷爷、夏爷爷、赵爷爷还有王奶奶。不就是来回跑吗？这活儿行，交给我了。我做什么？你和夏记者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待着就行。就这么简单？精神力的修炼方式和他们不同，你只需要不断练习青莲攀登诀就行。就是夏记者要遭点罪。我遭罪？我遭什么罪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总算明白王奶奶的那句“野炊只剩野，没有炊”的含义了。怎么说？陈院长也不让他们待着呀，光让他们野。条条给咱郑爷野的是满山乱窜呀，要不是他拄着拐，我都忘了他腿脚不好。小博尔特，你开玩笑呢？不过拐哪儿来的？赵爷爷不是把拐当木材烧了吗？这还用问？肯定是赵爷爷新买的啊！要不然郑爷能烧他，得追着他满养老院跑。王台长，我们预想的情况没有出现，节目的讨论量不光没有变低，反而变得更高了。是啊，老人们都太有节目效果了。好，让我看看网上是怎么说的。宿主向世人展现修仙者的修炼生涯，获得声望值，当前声望值7693810点。不错，获得声望值不少，就是还不够，还要多获得一些声望值，否则不够兑换宠物。陈院长，我要怎么配合王奶奶？不用配合呀，王奶奶自己就能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没有问题，就是我不太好意思对夏记者出手。嗨，我当什么呢？王奶奶，你不用跟我客气，我还真想知道陈院长说的遭罪是什么意思。夏记者，你认真的？当然。那好吧。年轻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国泰阁副队长，你们打假团队在搞什么东西？怎么还不出手？别急，我们每次打假前都要先观察情况，确定完目标后就会出手。放心，不会有问题。为什么不去打假拿剑的老头？打假要证明对方说的是假的，才叫打假成功。他手里真的有剑，没办法打。照你这说法，炼丹的老头手里还真有丹呢。也没法打假了。打假的方式有很多，我们可以用西方医学的专业设备解析丹药原材料，还可以用同类型的药品去治疗同一个人，然后看效果。原来如此，行，就先让青云养老院这帮老家伙先蹦跶一阵。既然他们分开了，我们也分别行动。炼丹师在山上，没错。好，那我就去会会他，看看他这位炼丹师有什么本事。嘿，山下站着那个老外，你别动，再动踩到我的药了。谁在说话？我在山顶上呢，你往上看。邱德医生，你脚边真有一株草药，有点意思。是用了某种能够折射阳光的望远镜吗？拿着我的设备上山。看来今天野炊的人不少呢。等等，领头的壮汉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职业打假人团队的沈杰。职业打假人干什么的？专门在网络上打假，戳穿各种骗局的一个组织。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来野炊，我猜是来打假青云养老院的。打假青云养老院？我去，这回有热闹看了。哎，
你这小伙子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不能让这老头认出我，否则知道我来打假，转头就要跑。老大爷，我是来郊游的。你是打算搬这些石头吗？那可不咋地，我得把这几块石头运到山脚下，不过也不远，就200多米。这石头一看就很重，得有100斤吧？不止，起码有200斤。200斤的东西可不好搬，我来帮你吧。哎，不用，石头太重，伤到你就不好了。什么石头太重？分明是不敢让我搬，怕我知道这是道具。大爷，你放心，我健身了7、8年，别说200斤的石头，就是300斤的杠铃都举过。现在的年轻人是真热心。那行，你搬吧。怎么这么重？你看，我就说你不行，赶快放下吧。谁说我不行？这块石头太光滑，不好搬，我换一块。这块不是道具，剩下的石头肯定就是道具。石头一块比一块重，这不是道具，是真石头。小伙子累了就赶快歇歇，换我来吧。这老头是得了失心疯，我都搬不起来的东西，他要搬。啊！200斤的石头，他随便就举起来了。他本以为自己是来打假的，结果成被打假的那个了。是啊，看来健身房走出来的肌肉猛男还是比不过夏爷爷这位练气的体秀。我早就说沈杰的脑袋看起来尖尖的，肯定是打的药，哪有真力气？合着全是科技与狠活啊！那可不，一会儿热搜的标题就有了。职业打假人前来打假，反被当场打假。多泰哥副队长，这就是你们专业团队的职业打假人？这不对呀，沈杰的力量远超常人，怎么可能比不过一个瘦弱的老人？你们该不会是两头吃吧？这边收我的钱，那边配合青云养老院和节目组造假。绝对不是，我怀疑这位老人是天生神力。你再等等，别急。你快点推！设备太重了，要是沈杰在就好了，他的力气大。哎，他来了！怎么样，打完假了？那老头有古怪，他搬的不是道具，是真石头，每一个都有200多斤，我根本就搬不动。他那么瘦，整个人的体重也就100多斤，200多斤的石头他能搬好多个，这怎么可能？难不成他用了美提诺龙？什么是美提诺龙？一种能够短暂增强肌肉力量的药物，运动员为了拿到名次，常会使用的一种违禁药品，类似于兴奋剂。怪不得他力气这么大，原来是用了兴奋剂，差点就被他骗了。但观众不知道，还以为那老头是天生神力呢。沈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干的就是打假。裘德大夫，兴奋剂大概能持续多久？半小时左右。节目要进行1整天，他不可能只搬半个小时，所以他接下来要去搬的东西才是真正的道具。沈哥分析的没错，我先过去，等我的好消息。他居然怀疑夏爷爷打了兴奋剂，这还真说不准，毕竟镜头外的东西我们看不到。不可能，夏爷爷是正儿八经的修仙者，体修，不可能弄虚作假。不信，我们接着看。哼，是因为兴奋剂到时间了，搬不动了吗？所以他接下来找的石头肯定都是道具。陈院长让我找10种炼器的原材料，这种已经凑齐了2000斤，换下一种吧。这要是真石头，起码得有1000斤，肯定是道具。该我登场了，大爷，这么重的石头我来帮你搬吧。刚才200斤的石头你都搬不动，这个你更搬不动。你不让我搬，我偏要搬。不是道具，这怎么可能？原来你以为这是道具呀？谁没事闲着做这破玩意儿？你真要搬这块石头，1000斤的东西，你怎么可能搬得起来？
现在的我确实搬不起来，但接下来的我就能搬起来了。什么意思？筋骨强化。我打药8年也没把肌肉打成到这么精致，他这么大年纪，肌肉怎么可能这么完美？沈杰说实话了，原来他才是打药的那个。我还以为他的肌肉都是自己练的，原来是靠打药啊。沈杰原本想说夏爷爷打药，结果把自己打药的事抖出来了。夏爷爷的身材太好了，这就是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啊！搬不动怎么办？简单，报医啊！我让你们打假青云养老院，不是打假你们自己人。他的身材比例这么好，肯定练过鼓舞，一般人根本招架不住。借口都是借口。马先生，您先别急，沈杰这边虽然出了意外，但裘德医生是国际医药领域的专家，他肯定没问题。哼，这话你已经说过不止1遍了。如果连裘德医生都失败了，我就带你去找队长，让队长亲自出手。哼，行，那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这次栽了，那老头不是打药的，他是练鼓舞的。什么鼓舞？难道山上这老头学的也是古法炼药？有可能。裘德大夫，别去打他的假了，不然我们团队的名誉就全毁了。无论是华夏的古法炼药，还是现代炼药，都没有西方的科学论据。打假不会失败，因为用草药治病救人本身就是个笑话。外国医生好大的口气！中医治病救人的案例比比皆是，他竟然全盘否认华夏的中草药学。赵爷爷，好好让这个老外见识一下华夏是怎么用草药化腐朽为神奇。他在干什么？应该是在炼药。地榆37白芨土黄炭起火，止血散出炉。用这种简陋的工具和一些杂草就能炼药？做什么的？北奥国际医学院医生，国际医药领域的专家裘德·霍洛威。我是来打假的，名头不小，就是连地榆37白芨能止血都不知道，还敢来打我的假？既然你说这东西能止血，敢让我用专业设备检验吗？随意。怎么样？哼，就是普通的草渣，没有任何神奇之处。这东西如果能止血，全是因为伤口太小。您的意思是，就算不用药，伤口也能愈合？没错，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现场做一次实验，就是不知道他敢不敢。怎么做实验？他不是说自己炼出来的药能止血吗？好，那就在你身上划出来一道比较深的伤口，看看他的止血散灵不灵。一个狗屁不懂的家伙，还敢说三道四！好，今天你爷爷就告诉你，什么叫华夏草药学，什么叫华夏炼丹师。快上药啊！这种宽度和深度的伤口，除了缝合，没有任何药物能止血。那是因为你见识少。看好了，怎么样，沈哥？哎，好像没有刚才那么疼了。肯定是心理作用，哪怕上帝亲自给你治疗，也不可能好得那么快。沈哥的手臂不流血了？真的，我的伤口也不疼了，一点都不疼了。用西方设备来检测东方草药，本身就是一件不科学的事儿。这次亲眼见到了华夏中草药炼丹师的神奇，看他还有什么话可说。
上帝来都得治2分钟的人，让赵爷一瓶止血散就治好了。没错，最多不超过10秒钟，血就彻底止住了。什么西方医学专家，还不如赵爷的一瓶止血散。快走！这次丢脸丢大了！什么西方医学专家，全是狗屁！等等，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迷路了。坏了，在森林里迷路极为危险，赶快找方向。我没带指南针。别慌，你们直行300米右转，看到槐树再左转，就能看到出去的路。谢谢。哎，谁在说话？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一直跟着你们呢，要不你以为谁在拍你？你一直跟着我们，扛着这玩意儿一直跟着我们。是啊，你放心，精彩镜头一个不落，全给你拍进来了。沈哥，咱们被打假的画面全让他拍下来了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走，快走！我还纳闷直播画面是哪儿来的呢，合着都是郑爷扛着摄像机拍的呀。沈杰一看，咱郑爷扛着几10斤的摄像机跟他们满山跑都不累，人都傻了。别说他傻了，我都傻了。郑爷太猛了，摄像机一点都不带晃的。叮，宿主向世人展现修仙者的玄妙，获得声望值。当前声望值19560417点。声望值怎么增长的这么快？陈院长，刚才来了一波打假团队，结果老夏和老赵把他俩打成假货了，精彩画面我全给拍下来了，你瞅瞅，老有意思了。怪不得声望值增长的这么快，原来是这样，只是距离兑换红龙蛋还差一些，继续努力。好，那我接着拍摄去。沈杰，你居然连几个老人都对付不了，还当着全国网友的面反被对面打假，丢人都丢到全世界了。是我无能。队长，那几位老人确实古怪，不是力大无穷，就是跑得极快。我们之前的判断可能错了，他们可能真是修仙者。是啊，队长，那帮老人老邪门了，而且那老头炼出来的丹药是真有用。你看看我胳膊上的伤口，都已经好了。就连裘德大夫都说这是神迹。你们当初答应的好好的，1天之内绝对让青云养老院身败名裂，现在都几点？中午了，身败名裂呢。马先生，您先别激动，此事需要从长计议。傅泰格副队长，从长计议是怎么计议？你直接说，还能不能打这个假？不能我就找别人。以我来看，青云养老院确实没什么假可打。队长，不如……怎么，你不想要打假团队的名声了？对我们来说，名声就是流量、热度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我吃什么？你们吃什么？夏建平力大无穷，赵富贵能够炼丹，郑勇跑得极快，熊辉真的用剑，他们身上都没假可打呀。那么就只剩王玉兰了，她修炼的是精神系，会制服，这假该怎么打？找真正的制服师打他的假。上哪儿去找真正的制服师啊？之前网上有一个制服师联系过，想参与这次的打假行动。这里是职业打假人团队吗？没错，就是这里。请问您是？看天吃饭，看地学服，民间制服师张默。您就是在网上联系过我的张大师，您是怎么找过来的？只要我想去的地方，就没有去不成的。张大师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是想让我帮你打假青云养老院的制服师吗？没问题，我就是冲他来的。既然张大师敢来，肯定是看出了王玉兰符咒里的问题。张大师，我们跟你一起过去。可以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所有人跟我走，今天下午必须将打假团队的名声挽救回来。是。青云养老院，你就等着被打假吧。时间匆匆，转眼就到下午了，让我们看看各位老人都在做些什么吧。别的老人我不太清楚，熊爷爷肯定很悠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谈恋爱啊。温老师口中的谈恋爱，该不会是和赤龙剑吧？熊爷说了，和剑培养感情就和谈恋爱一样，所以温老师说的一点毛病没有。现在连剑都谈上甜甜的恋爱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甜甜的对象啊？小陈院长，夏记者已经在幻境中爬了3遍泰山了，还要继续吗？他还真能闷声干大事。
王奶奶不说，我都差点给她忘了。不过青莲攀登诀只是让人不断爬山嘛。除非是精神力强过我的人，否则都要在幻境内循环不断的攀登。不过我可以控制幻境内的时间流速，外界过去1分钟，幻象内却过了10分钟。听起来蛮厉害的，不过我看夏季者好像没什么事。因为我没启用惩罚机制，否则他停止攀登或者有不想攀登的想法，都会被雷劈。陈院长口中的青莲攀登诀，就是王奶奶学习的术法吗？使用过后，好像能让人梦爬泰山。听名字都觉得很厉害，就是可惜了，精神幻境都太过玄妙，咱们看不到。是啊，真羡慕夏季者，不光能进入幻境体验，还爬了整整3遍泰山。等等，那是沈杰吗？他们怎么又来了？他就是王玉兰，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老人。青云养老院的每一位老人看起来都很普通，不能大意。张大师，他们说的青年攀登诀是什么？听起来像是某种精神力术法，长身不动代表周围没有精神波动，所以压根就没有青莲攀登诀。他们在说谎。张大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说对面什么都不会，还怎么彰显出我的强大？他的实力相当不弱。幸亏你们遇到了我，否则就是龙虎山的那帮道士也斗不过他。什么？他的实力居然这么强？没错，你们把这小子引走，他就交给我吧。可是张大师，我请您过来是打假的，不是让你们斗法的。我说他强是指的制服能力，而在其他方面就全是假的。原来如此，傅大哥，你去把那小子引走。好的，队长。这人还挺聪明，知道先引开陈院长，然后再对付王奶奶。不是，他都要对付王奶奶了，你怎么还挺高兴？你傻啊？他们都当着镜头公开密谋了，不就代表正义在附近？兄弟，我不小心迷路了，你能把我送到公路附近吗？都是网红，你真当我不认识你啊？小陈院长，既然他想让你带他去，你就去吧，不然生性谨慎的动物是不会出现的。好，你跟我走吧。啊，就这么简单就上当了？王女士，我承认你的制服能力非常强，可你为什么要联合夏季者？哄骗网友说你拥有制造幻境的能力。原来你将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叫做哄骗。不要再演戏了，你的小把戏在精神罗盘面前无处遁形。这种新手道具怎么可能检测到我的精神力波动？都到这时候了，还死鸭子嘴硬。既然你说幻境是真的，幻境在哪儿呢？你把我拉入幻境啊！这可是你要求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多丝线把张大师捆起来了！居然是精神幻丝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罗盘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山，我看到了山。好困，我好困。快看，是一面镜子。难道说镜子中的画面就是张默在幻境中经历的场景？这里是泰山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！这里是幻象，幻境中的一切都是假的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队长。张大师完了，全完了！里面被雷劈，外面的身体也炸毛了，这是渡天劫呢呀！这打假的遭老鼻子罪了，而且我听说这位张大师还是自己找上门参与打假的，他可真是活该呀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精神力开始具象化，说明王奶奶的精神力又精进了。精神力具象化，幻境竟然是真的！陈院长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该我的蹭热度来打假，热搜蹭的挺好的，声望值都没涨这么快过。我
我也是受人蛊惑。受谁蛊惑？马松，是他让我们来打假青云养老院的。原来是他。马松现在在哪儿？他就在这里。请陈院长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我一定把他带过来。马松就是之前的评委员马松。没想到居然是他找到了打假团队来打假青云养老院。他就是不相信青云养老院的爷爷奶奶是修仙者，所以他变着花样的想要打假。打假他自己来啊，请人算什么本事？我看这次就该轮到他亲自体验多天劫了。不是特效，这居然都是真的。马先生，你不是要打假青云养老院吗？机会就在眼前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不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陈院长，我不该来打假，没有特效，你们是真的修真者。来，体验一下再说真假的事儿。你都没亲自体验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次看他还说不说是特效？肯定不敢说了，因为他是真挨雷劈啊！陈院长，咱们养老院火了！你瞅瞅，现在全网都吵着要修仙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夏爷爷的儿子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光夏爷爷的儿子，熊爷爷的儿子也都过来了。你过去招待，别失了我们青云养老院的院风。好的。叮，宿主向世人展现修仙者的玄妙，获得声望值。当前声望值41796038点。兑换红龙蛋需要的3000万声望值终于凑够了，还多出了1000万。不过这红龙蛋是不是得孵啊？难怪兑换红龙蛋需要的声望值这么少。红龙多少声望值啊？差这么多，那还是换红龙蛋吧。就是不知道这个精心呵护是怎么个精心法。爸，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你怎么就不知道为我想想呢？爸，你现在出名了，网上都说你是古武传人，咱们能赚大把的钱，还在这破地方待着干什么？你给我住嘴！没有陈院长，哪有我的今天？我不走！爸，你让姓陈的那小子给骗了，他帮你修行就是为了用你赚钱。陈院长虽然年龄小，但他是我修行路上的引路人，是院长。别说是用我赚钱，就是卖我血我都乐意。你这个老顽固，有钱不让我赚，反而让一个外星人去赚。滚！你给我滚！从今以后，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请用。谢谢。哼，别在这装模作样。你要也想让我出去帮你赚钱，现在就可以滚了。爸，哪儿能啊！一开始把您送到养老院，是因为公司太忙，怕照顾不了你。说的好听，找我什么事儿？爸，你知道赤龙剑在市面估值多少钱吗？3000亿，整整3000亿。原来是惦记上我的赤龙剑了。公司遇到了点困难，我想把赤龙剑暂时抵押出去，等缓过这口气，再把剑赎回来。哼，你是光知道赤龙剑值钱，不知道赤龙剑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吧？意味着什么？它是我的命，你把你老子的命抵押出去，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！滚，滚出去，这辈子都别让我再见到你！你儿子也来了。唉，别提了，家门不幸。哎，你们干什么来了？你们干啥来了？我想跟陈院长解释一下，我怕陈院长误会。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是啊，陈院长给了我们第2次生命，我们也是来表忠心的。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陈院长，我儿子不，夏言说的所有话都是他个人行为，我绝对没有脱离养老院的想法。陈院长，你知道的，赤龙剑就是我的命，我可不能抵押，也不可能卖。虽然我孩子还没来，但我先说，他要是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，我抽他嘴巴子。我直接给他丢泰山上挨雷劈去。嘿，这不巧了吗？我刚练的断肠散，这小子要是不老实，我直接给他喂了。大家的心意我都清楚了，明天还要参加节目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明天节目的主题是饲养宠物。没错，我正好在山上捡了对小鸡，长得可好看了，明天就养它们。小鸡？陈院长，没想到你在爷爷奶奶们心中的分量比他们的子女都重。是啊，我们青云宗出来的弟子个个都是好样的。对了，夏记者，我知道明天节目的主题是饲养宠物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没事，我就不能来呀。本来还想跟你透露些小道消息来着，现在看来多余了。什么小道消息？据说这次节目有专业队伍参与。专业队伍？什么专业队伍？这年头养老院还有专业队伍了？不是养老院的专业队伍，是饲养宠物的专业队伍。怎么回事啊？有一家新的养老院参赛了，而且养老院的老人都是动物园退休的职工。怎么了？唉，专业人士明天要饲养动物园里的动物，郑爷明天要养小鸡啊！什么？养鸡？我为咱们养老院申请了一次参加节目的机会，爷爷奶奶们可以重回饲养员的岗位了。太好了！不知道小熊最近乖不乖，正好去看看。真期待呀！有些年头没见到那帮小家伙了。是啊，最近总在网上看他，很想过去看看呢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就出发。比赛的输赢不重要，爷爷奶奶们高兴就行。吴院长，听说竹心养老院明天要来参加节目，他们养老院的老人有好几位都是饲养员，连专业人士都下场了。是啊。明天的比赛又选了。我提出饲养宠物的主题，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华夏的非遗文化，而不是为了赢得比赛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我们是要展示在进行桃花宫以前蚕虫的饲养吗？没错。今天我们关爱留守老人节目组迎来了一家新的养老院，他们会以特别来宾的身份参加本期节目。据说有好几位专业人士啊，又来专业人士。该不会是马松那样的专业人士吧？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饲养宠物，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竹心养老院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竹心养老院的院长，我姓冯。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了帝都动物园，让我们来看看爷爷奶奶的饲养工作吧。这位是严恒，严爷爷，他的搭档就是这位棕熊，严爷爷喜欢叫他小熊。这是棕熊吧？严爷爷管他叫小熊。严爷爷是饲养员，估计当年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一头小熊呢。小熊，听说你最近又不乖了，我都听说你偷吃鲑鱼的事儿了。你瞅瞅你胖的，现在不得有500公斤了。你呀，你再不减肥就超重了。我的天啊，这是棕熊吗？怎么能这么可爱啊？萌翻了老夫的少男心，我突然觉得这棕熊也是眉清目秀的，好有爱的画面。老爷爷当年一定和小熊关系很好呢。大家好，我是桃花源养老院的吴院长。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了桃花源养老院的天蚕饲养区域。天蚕？天蚕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没听说。天蚕的全称是华夏天蚕，又称山蚕。没错，天蚕是华夏瑰宝，更是十分珍惜的物种，而天蚕丝更是当之无愧的无价之宝。难道挑花作用的丝线都是天蚕丝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幼年天蚕，当它成年后吐出的天蚕丝就是制作桃花所用的丝线。怪不得桃花挑花能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看似不起眼的丝线都这么有来头。是啊，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，桃花源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居然会饲养天蚕，连我都被吓了一跳。没想到2家养老院的人都身怀绝技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青云养老院吧。小陈院长，你说这玩意儿是龙蛋？没错，它是一颗红龙蛋。哎呦，幸亏你说的及时，再晚点儿我就把它当鸡蛋煮了。王奶奶，你信我，它虽然长得很像一颗鸡蛋，但它真的是一颗龙蛋，而且还是红龙蛋。陈院长一本正经的样子真的很帅。出于对陈院长的信任，我相信这是一颗红龙蛋，但出于我的常识，这绝对就是鸡蛋。温老师，你怎么看？我没见过龙，更没见过龙蛋。陈院长说他是龙蛋，他就是吧？
到底是不是孵出来就知道了。看完了严爷爷的搭档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魏爷爷的搭档们吧。几年不见，你们行事见长啊！小七，你以为我说谁呢？说你呢？听说你们最近又偷吃游客香蕉了，人家告状都告到我这儿了。哎呦，我这老脸呐，都让你们丢光了。还敢偷吃东西？这还差不多，但你们别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行吧，以前的事儿既往不咎。以后改过自新，重新做好，明白了吗？排排站吃果果，在这一刻具象化了。魏爷爷好有趣啊，还教育金丝猴改过自新，重新做好。好可爱啊！我要是有这么一群可爱又有趣的搭档，下班都不想回家。知道的，咱们这期节目主题是饲养动物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饲养员呢。陈院长，别的养老院都介绍养什么东西了，你也介绍一下我的。养鸡还用介绍吗？算了，难得郑爷爷兴致这么高。大家好，我是青云养老院的陈院长。今天郑爷爷将会带领我们饲养小鸡。陈院长说饲养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饲养小鸡？你没听错，就是小鸡。没看鸡窝都在那儿摆着呢。我懂了。刚才陈院长拿出来的红龙蛋，就是在鸡窝掏的。郑爷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喂的是什么饲料？丹渣呀！你放心，我问过老赵了，他说丹渣是纯天然饲料，没有一点添加剂。没错，书上写了，丹渣是宠物上好的补品，喂猪喂鸡都没问题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！我跟你俩说，我还让你熊爷、夏爷给你们做窝呢，你们就瞧好吧，指定漂亮。这年头，鸡都吃上丹药了，我混的还不如个鸡。这两只小鸡的样子看起来好眼熟啊，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。什么书？暂时没想起来，等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查一查。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饲养蚕宝宝的经历，蚕宝宝也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怕的蠕动动物。快来讲讲自己的养蚕经历吧。我比较害怕蠕动动物，例如毛毛虫、蚕之类的。没想到温老师这个男子汉也有怕的东西。其实蚕宝宝一点都不可怕的。没错，蚕宝宝的手感超级好，又冰又滑，下面的小爪子抓人还痒痒的，贼好玩。是呀，毛毛虫一摸一手红底儿，蚕宝宝不会咬人，凉凉的，摸起来就跟蚕丝被一样。温老师别怕，你仔细观察一会儿，蚕宝宝啃桑叶的时候特别猛，我一看能看10几分钟。这么看起来，蚕宝宝确实挺可爱，是吧？是啊，我早该注意到这一点。变身罗奇者不是养蚕人呐。温老师的发言让我意识到劳动者的艰辛，更体会到了非遗传承人的不易。他们一代代的传承华夏文化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古典文化不会消失。我想吴院长参加这次节目的原因，就是想将这种精神带给大家。是啊，我们总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，而吴院长留下的便是文化。传承华夏文化，好，说的真好啊！我之前还以为吴院长是输了不服气，才要规定选题再比上一场，没想到居然是这样。是我们的眼界太狭隘了。当我们还在想个人利益的时候，吴院长想的却是整个华夏。是啊，而且台长，你看网友们的讨论，看来我们这期节目进行得很好，网络讨论度非常好，而且还没有任何负面评价。主要是这些网友们太有才了，不过也是因为3家养老院真的是各有千秋。没错，一个传承文化，一个深入交流，一个负责逗逼。我从未想到能在同一场节目中，既能看到感动，又看到专业，还能看到乐子人。鸡怎么长得有点像红腹锦鸡？红腹锦鸡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查查。我查到了，红腹锦鸡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
什么？快联系夏记者，让他多拍几段视频发给野生动物保护组织。给小鸡打窝，我还是第一次干。不过就我这锻造技术，就是凤凰窝也打得出来。我感觉自己强得可怕。摄像机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炼铁了。夏记者，你走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凤凰窝你绝对没见过。夏爷，节目组让我拍2张小鸡的照片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那好吧，我等你。夏爷爷太可爱了，还要做凤凰窝。夏爷连价值3000亿的赤龙剑都能打出来，他说能做凤凰窝我都信。可问题是，凤凰窝有了，这也没凤凰啊。节目组让我拍鸡做什么？还要拍好多张。不过这鸡长得确实蛮好看的。嘿，他俩不怕人了。鸡还会怕人？嘿嘿，那可不咋的。一开始老赵过来逗他们，他们吓得直往窝里飞。你看看现在，又精神又不怕人，肯定是老赵的单扎管用了。等等，郑爷，你说什么？鸡会飞？是啊，家养的鸡不会飞，野生的鸡都会飞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节目组让我拍这2个小家伙是有什么含义，原来是单纯觉得好看。郑爷爷，我先去锻造室了。好，你让老夏、老熊把鸡窝做大点儿，别以后生了崽不够用。好。楚会长，魔都电视台传过来一段视频，先让我们辨别一下视频里是否是野生动物。这是红腹锦鸡，沈教授，我没看错吧？没有，会长你没看错，这就是红腹锦鸡，而且还是野生品种。不过，怎么了，沈教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，而且问题大了。幼年期的红腹锦鸡非常怕人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将它吓跑。拍摄者是怎么拍了这么久，甚至还在摸它的头啊！老夏，你这手艺可以呀，不过你给鸡窝放后院干啥？这么大个鸡窝，前院放得下？再说了，这儿还要有点娱乐设施，没事他俩还能玩会儿。老夏，你还真是个天才！夏爷爷和熊爷爷做的窝好漂亮啊！小鸡肯定也很满意，都高兴的扬头了呢。金黄色的头，深红的羽翼，我想起来了，小鸡的学名好像叫红腹锦鸡。啊，红腹锦鸡是什么？我刚刚接到后台通知，温老师说的没错，郑爷爷饲养的宠物正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腹锦鸡。我说这2只小鸡怎么这么漂亮？原来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啊！郑爷爷太厉害了，野个吹就能带回来2只保护动物。红腹锦鸡的学名是小凤凰，夏爷还真给凤凰做了个窝。居然真的是红腹锦鸡，它在饮食方面十分挑剔，哪怕就是喝一口凉水，吃一点受潮的食物就会死亡。可郑爷爷就是随手丢了一点丹药渣，就把它们养得活蹦乱跳的。这全是因为赵爷爷炼丹剩下的药渣营养高啊！接下来要出场的钟奶奶，大家或许不熟悉，但她的搭档可是有名气的很呢。让我们来看看吧。大熊猫，居然是大熊猫！钟奶奶是大熊猫饲养。这里是帝都动物园，这个环境啊，这个场地，它熊猫萌兰啊！我操，西直门三太子！钟奶奶居然是萌兰的饲养员。我们一直在关注萌兰，今天有幸见到萌兰和饲养员的日常生活，真是幸运呐！三太子，听说你最近又越狱啦？哟吼，还在这装不知道？我还能不知道你？打小就没个老实劲儿，3个月大的时候啊，就偷我钥匙，差点越狱。后来我还以为你改过自新，天天做仰卧起坐锻炼肌肉，我还跟园长夸你来着。合着到头来，你锻炼身体是为了更好的越狱。逗死我了！三太子果然名不虚传，从小就是个魔熊。萌兰是猛男的意思，你就说猛不猛吧。看这画面，也不知道谁犯错了。萌兰还挺趾高气扬的。他是在向自己的奶妈炫耀自己的聪明呢。
确实很聪明，3天2头的越狱。我听说吓得帝都动物园连夜增高围墙，就怕萌兰逃出去。主要是他真的越狱成功过。我们看到了动物园饲养员的饲养生活，也看到了养蚕的不易，更看到了野生动物的顽强。那么现在，实时投票通道正式开启。红腹锦鸡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可我更喜欢萌兰。为了非遗传承人的艰辛，我投桃花源养老院一票。我觉得要投青云养老院，别忘了赵爷的动物专用饲料药渣，只要药渣到位，萌兰敢天天越狱，华夏天蚕敢天天吐丝。我都能想象到，哪怕是竹溪养老院、桃花源养老院都在给青云养老院投票，因为药渣实在是太香了。让我们恭喜青云养老院获得观众投票第1名。桃花源养老院的吴院长、竹溪养老院的冯院长，明天都想来咱们养老院参观。我看他们不是来参观养老院，是想参观丹药渣。好，让他们来吧。是。陈院长，还有魔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沈教授也想来参观咱们养老院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？对，沈教授说了，郑爷爷养的那2只鸡是红腹锦鸡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郑爷这么厉害，随便在山上捡2只鸡就是保护动物？那可不，幸亏郑爷跑得快，换一般人还真捡不回来。青云养老院同意我们参观了，周奶奶，咱们可一定要给萌兰多拿一些丹药渣。多拿丹药渣，好让他继续越狱。强身健体，强身健体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白奶奶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看天蚕呀？明天要去青云养老院，不能白拿人家丹药渣，我想选几只漂亮的天蚕带过去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是白奶奶，你确定红腹锦鸡不吃虫子吗？那可得提醒陈院长，把天蚕给看好，别让红腹锦鸡吃了。楚院长，你约好没有？我明天能不能去青云养老院参观？放心吧，沈教授，都安排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他们把红腹锦鸡养得那么好，我得过去好好取取经。欢迎冯院长、周奶奶。刘助手你好。听网上说青云养老院踪迹难寻，我们怎么一来就找到了？陈院长知道大家要来，特意关闭了阵法。原来如此。没想到我能有幸见到萌兰的饲养员。启平姐过谦了，你饲养的华夏天蚕也是咱们华夏的瑰宝。你们谁都别谦虚了，依我看，你们才是咱们大夏真正的瑰宝。没错，正是因为钟奶奶、白奶奶、郑爷爷等动物保护者的贡献，保护动物们才能渐渐变得不再稀有。说得好，我看应该把爷爷奶奶们列入国家1级保护人类名单。陈院长来得匆忙，也不知道给你带什么礼物，就带了几条华夏天蚕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这太珍贵了，这小家伙比镜头里还可爱，喜欢，我太喜欢这份礼物了。坏了，咱们真是来得匆忙，啥也没带。不匆忙，我也不能带俩大熊猫过来呀。钟奶奶，相信我，只要吃上赵爷爷的丹药渣，您早晚能领着大熊猫来串门。好，我等着这一天。各位请，第1站参观炼丹室。赵爷爷是在炼什么丹？本来是要炼丹，这不最近丹药渣的需求量大嘛，赵爷爷就直接改炼丹药渣了。有请一路。陈院长，丹药渣我们能装回去一些吗？有了这些丹药渣，又能养出来好多蚕宝宝呢。各位放心，都有，我已经把丹药渣都打包好了。谢
谢谢陈院长。不用客气。陈院长，什么时候参观红腹锦鸡？现在。整也行，整得挺像那么回事儿。这红腹锦鸡居然真的一点不怕人。一开始怕人，后来吃了赵老给的丹药渣就好了。我估计是精气神上来了，胆子就大了。原来还能这样，郑先生，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？之前在山上野炊的时候，我在树边上发现的。发现的时候就奄奄一息了。我看他俩长得挺漂亮，就琢磨带回来养养看，万一能活呢。原来如此，郑先生，你可是他俩的救命恩人呐！我能看到他们两个眼中的野性，这绝对是野生的红腹锦鸡。野生和养殖的有什么区别吗？这两者无论是从身高、体重还是基因图谱上来说，都存在明显区别，完全可以当做两个物种。那不坏了，他俩是野生的，后代不就成养殖的了？不过也没事儿，赶明儿他们生小鸡仔了，我就让小鸡仔重回山林。别，您这的环境虽然不是野外，但比野外还恶劣。红腹锦鸡生活在这儿，和生活在野外没什么区别。那就行。什么？境外盗猎组织又作案了？好，我这就和沈教授回去。抱歉，陈院长，境外盗猎组织又开始作案了，我们要先回去一趟。境外盗猎组织是什么？一帮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家伙。为了获取象牙，他们能残忍地猎杀大象，在大象活着的时候就切下他们的象牙。没错，哪怕野生动物们躲进深山老林，这帮家伙也会想尽办法进入山里。这次境外盗猎组织来犯，就是盯上了只有我们华夏才有的国家1级保护动物——白头叶猴。之前盯上了大熊猫，然后盯上了华夏天蝉，但都被我们挡回去了。这次居然又盯上了白头叶猴！他奶奶的，这帮家伙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华夏盗猎，看来当年还是没给他们打疼。陈院长，让我过去帮忙吧。还有我。追击的事情就交给我。光追击可不行，你还要有一双看到千里之外的眼睛。也算老婆子我一个。既然如此，青云养老院全体都有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：消灭境外盗猎组织，让他们记住，华夏是所有盗猎者的地狱。